麒麟长老缓缓睁眼，那双灰色的眸子毫无波动，只是凝视了一阵李长寿手中的小剑，并未多看李长寿。进去吧。是。微弱的摩擦声中，道藏内殿的大门缓缓打开一条缝隙，李长寿步入其中，闪身消失不见。总算混进来了。李长寿这边刚进道藏内殿，破天峰的另一侧九字九仙居住之地，忽听霹雳一声炸响，一座阁楼之内雷光闪烁，外围阵法瞬间被冲散，一道苗条的身影缓缓升入空中。那几名永远都有忙不完杂事的杂役弟子齐齐抬头，各自露出几分赞叹的目光。空中悬停的女仙，身周有闪耀不停的仙光，将她那张脸蛋照得灵动可人。秀发随风飘舞，身上的麻衣短衫依旧紧绷，短裙裙摆轻轻飘动，光着的玉足脚尖下探。很快，她睁开那双纯澈无垢的眼眸，嘴角露出了几分自信的微笑。哇，真先进，大好机，一举反超5师兄和6师姐。这次没想到金晶这么大，一直在悟道状态之中，不知不觉快过了这么久。掐会儿腰，得意一阵，可把咱憋坏了。嘿嘿，哎，5师兄呢？小兽兽呢？嘿，都没人迎接咱出关呢。九九顺手摸向自己的腰间，握住了小葫芦。真是，咱这次闭关有了较大的飞跃，师父也非要夸咱几句才。哎，九九低头看着自己心爱的小酒葫芦，轻轻地晃了晃，里面竟然没有半点水声。糟了，我闭关前把酒都喝光了，才找回平静突破时的感觉，进入了悟道境界。这猛吸一大口气，九九也顾不得再摆造型，连忙落回自己阁楼，其内立刻传来了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。可恶，我怎么可能有存货？哎呀，这酒根本就存不住呀！哎呦，5师兄，快救命啊！九九冲出阁楼，急急忙忙地跑去酒屋的阁楼，但远远就看见酒屋阁楼周围大阵全开，门前还挂了一个有事外出的木牌。哎呀，小兽兽，可不可以预支贡钱？九九连忙招来大葫芦，抱着大葫芦就冲天而起，朝着小雄风的方向冲去。御空的速度快若流光幻影，吓懵了几个路过的同门。片刻之后，小琼峰正在安静修行的灵娥突然听到了草屋外面有重物砸落的声响，灵娥厉声警觉，灵石向外查探，柔提握住了几只瓷瓶。然而他刚要站起身来查看，就发现自己草屋外的阵法被人给强行冲破了，一道灰影直接冲入门内，脚下一晃趴在地面，吓得灵娥差点就把手中的瓷瓶给甩出去了。小师叔，你怎么了？灵娥急忙向前，焦急地呼喊着。九九浑身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，慢慢扭头，露出了一副宛若在沙漠中即将渴死之凡人的颓然面容。又惊的灵娥手足无措。小师叔，你别吓我，我师兄刚去破天峰了。快！九九嘴唇颤抖着，对着灵娥伸出了希望的小手，仿佛是吐出最后一口气时用尽了最后的力量，带出了最后一个字：救！爽！刚蹲过的九九趴在矮桌上，脸蛋红彤彤的，手里握着空荡荡的酒壶，发出了2声舒服且满足的轻叹。侧旁灵娥有些哭笑不得，
叔，您对酒太过依赖了。这是心头好，可不能随便丢掉，丢掉就没精气神儿了。小灵娥，几年不见，又漂亮了哟！来，让师叔看看。师叔，阵法坏了，您别闹。灵娥苦笑着轻轻躲闪，微醉的九九也并未强马，捏了捏灵娥的脸蛋又趴了回去。对于小师叔而言，坐着太累了，始终不如趴着舒服。灵娥，你师兄去破天峰干什么？哦，应该是去道藏殿了，估计很快就会回返。哦，道藏殿。灵娥收拢裙摆，优雅地跪坐在一旁，为九九调配一壶新的神仙醉。还好师兄在他这儿也留了一些迷药，不是酒水原液，不然呢，就刚才那般情况，灵娥真怕小师叔会走火入魔。谢谢小灵娥。小琼峰的人又好，说话又好听，还有酒喝，超喜欢这里的。说到修道这种事，每个人的道都不同。咱的道，就是酒，这不成吗？自然是可以的。九九抬起酒壶，将里面的残酿朝着嘴边倒了2下，咂嘴舔了舔。刚才喝得有些急，此刻这困意也涌了上来。小灵娥，借你的床用用啊。话还没说完，九九已经提着自己的葫芦去了床榻，一翻身就躺了下去，呼呼大睡。灵娥苦笑了一声，收拾好桌上的杯盘，又坐在那儿对着小师叔的罪恶发了一会儿愣，最后悠悠一叹，提着蒲团去了草屋门前打坐。屋外的阵法被九九师叔给撞破了，而九九师叔喝醉睡觉的时候，总是能够神奇的将一些贴身的衣物乱扔，他可是要在这儿给看好了，避免小师叔被旁人看去了便宜。打坐悟道，悟的是师之道，想的是凶之事。灵娥很快就走了个神，又开始思索起来，师兄到底喜欢哪类的女子这般的人生大道。但是这一次灵娥却是估计错了。李长寿去了道藏殿中半月未返，九九睡醒之后，与灵娥从模拟仙生玩到了木偶扮装，又从木偶扮装玩到了真人扮装。终于在喝光了小灵娥这边的酒水存粮之后，九九再次开启百无聊赖，前后等了半个月，想找李长寿炫耀一下自己的修为进境，顺便搞点酒喝的九九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。这家伙去个道藏殿耽误这么久，我去道藏殿找他。师叔。灵娥还没能开口相劝，九九已经是气冲冲地跳到空中，跨坐在大葫芦前嘴，朝着破天峰的方向疾驰而去。然而到了道藏殿外殿，九九转了2圈也没找到李长寿的身影。仙师来回的搜索，半点李长寿的气息都感知不到。去了其他地方？九九背着大葫芦溜到了内殿门前，鬼鬼祟祟摸到了麒麟长老的身后，突然一声大喊：长老！麒麟长老缓缓睁眼，有些无神的双目见到九九之后顿时来了些精神，嘴边带上了少许的微笑。小九，又找不到什么了，我去帮你拿来。九九抬着胳膊踮着脚比划了一下李长寿的个头。长老，您见过一个反虚境的弟子吗？他叫李长寿，小琼峰的弟子，大概有这么高。
人看起来挺干净的，但是心坏得很，经常用好酒要挟他可爱善良的小师叔，让小师叔做这做那的。麒麟长老仔细地想了想，很快就笑道：在内殿。啊？您怎么放他去内殿了？似乎他拿了准入令箭。麒麟喃喃了一声，刚要继续说话，身旁却已经没有了九九的身影。内殿大门已经被九九给推开，他侧着身朝着里面看了几眼，并没有找到李长寿的身影。咦，不在这里了。九九散发出仙识，在此地反复的搜寻，总算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这靠在墙边看玉简的李长寿。这家伙藏那么深，在看秋宫图吗？九九顿时眯眼一笑，心底打起了坏主意。长老，我进去了。去吧去吧。麒麟长老头也不回地摆摆手，闭眼继续打坐，嘴角的笑意残存。九九蹑手蹑脚地进了内殿，借着各处书架和杂物架的遮掩，偷偷地朝着角落中的李长寿靠近。内殿中也有几道身影，都是门内的真仙，或在查阅典籍，或在角落中参悟所得。内殿的规模比外殿小了许多，但是这里的典籍随便抄录一本出去，都能在防阵上换来大批的宝材灵药。除却了无为经以及各封封主长老的私藏，渡仙门内的高阶术法在此地都能寻到。比如李长寿此时正捧卷读的《天凡禁录》，其中就收录了不少高阶炼器禁制，可凭此锻造高阶仙宝。当然了，前提是得要有技术和高品质的宝材。这玉简本身就是一件法宝，一条条玉竹散发着氤氲宝光，能够保证刻画在玉简之上的内容不会被岁月侵腐。躲在书架后，九九舔了舔嘴唇，脑海之中已经浮现出了这个小师侄被自己吓到抽抽的情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九九的脚下催起步伐，灵巧地转过书架，抬起手臂做出鬼脸，立刻就要放出自身气息。但是李长寿的左手不知何时扬起，屈指一弹，一颗浅蓝色的丹药精准地钻入了九九口中。九九的身形停在李长寿身前，略微歪了一下头，将这颗丹药嚼碎。嘎嘣几声，九九嚼了两口，一抹酒香环绕心头，一口甘甜的津液润入嗓间，甜柔之间，一缕灵气在他全身各处回荡。那种微醉微醺舒适之感让九九禁不住轻哼了一声，俏脸上都挂了少许的红晕。好吃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嘘。李长寿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放下玉简，看着眼前这个久违的小师叔，当真是想抬手摸一摸他的脑袋呀。但是辈分差了一些。小师叔总算是出关了。李长寿笑道：灵酒丹，用12味灵药与提纯的酒液精华炼制而成，效果只是补充元气，但是味道确实不错。九九的小手立刻伸了过来，做贼一般的看了眼内殿其他角落，发现并没有人看向这边，才小声道了句：再来几个。他也是要脸面的，被一个师侄头喂住，那也是有点略微不好意思地说。李长寿随手摸出了一只宝囊，这里面有60颗，算是给师叔出关贺礼。还是你会来事儿。九九顿时满意地拍了拍李长寿的胳膊，接过宝囊，拿出一只法器瓷瓶。他将背上的大葫芦放在一旁，与李长寿一般姿势，身子靠在平整的石壁上，又探头朝这边看了一眼。你在看什么？炼器类的禁制，有几样禁制，我想试一下能否用在炼阵的阵旗上。
对了，师叔，有没有意向承包小琼峰单房外围大阵的改进工程？你那个单房阵法不是刚建好吗？还没100年呢，咋又要改进？是跟之前一样压制灵力，安放阵基吗？不错。那我包了。九九眼珠子一转，伸出2根手指。2年份的神仙酿加人妹，恒河水老白干，还有300颗这种灵丹豆。成交。九九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感觉像是讹诈了这个小师侄一般。本来还想现在就要点酒水的他，双手背在身后，靠在石壁上，略微有些出神。李长寿看了他一眼，继续低头。我大概还要在这儿待1个月，师叔你先修行，等我一阵。九九眨眨眼，小声道：那我就在这里等吧，1个月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李长寿突然想起了九巫师伯去了中神州，参加了那个3教大会的筹备磋商，至今还未归来。小师叔如果刚破关，很可能找不到酒喝。随手又拿出了一只宝囊，递到九九面前。预支的工钱，不过暂时只有家人酿。九九顿时挠挠头，这个多不好意思。那算了。都拿出来了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？哎呀，本师叔就大大方方的收下了。李长寿顿时笑眯了眼，继续低头牢记这些禁制。九九在旁边打了个哈欠，找了一枚记载术法的玉牌，在李长寿的身旁慢慢读着，随手朝口中扔了2颗灵酒丹。少吃一点，这东西也是会醉的。可是这种丹药真的好吃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就听到了侧旁传来的轻微鼾声。李长寿的心底一叹，总感觉小师叔的性格只匹配了他年纪的龄头，也挺好。